家好啊，我是 Liz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之前有看我 Vlog 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，前阵子我和我的家人朋友一起去了2趟马来西亚的新山，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我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为什么新加坡人总是那么钟情于新山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2座城市之间的不解之缘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新山是一个怎样的城市。新山和新加坡中间间隔柔佛海峡，有一长堤连接新加坡。新山是亚欧大陆最南端的城市，有马来西亚南方门户之称。新山也是马来西亚的第2大城市，他们是差不多有10万的潮汕人，也有小汕头之称。他们的华人文化和新加坡是非常的相似，毕竟隔那么近嘛，而且说话的口音都差不多。那么这2座城市有什么不解之缘呢？首先我们先谈一下新加坡为何总是喜欢去新山。其实这种热衷并不仅仅是源于新山的风光和美食，更多的是因为2座城市距离很近，物价却相差甚远。每周1次的新山购物之旅几乎成了不少新加坡人的日常。就像我朋友的家人，每次周末都会驾车去新山疯狂采购，比如说什么日用品啊、零食啊、食品什么的，一次性购买整整1周的量，将整个车全部塞得满满当当的。这种现象就有点像香港人去深圳、澳门人去珠海一样，两地的距离短，但是生活成本却相差巨大。新山商场中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，物美价廉，总是让新加坡人心向往之。而如今，随着马来西亚对中国游客实行30天免签政策，我也能够更方便的加入这种购物美食之旅啦，不再需要办理签证手续，时间和金钱成本也大大的减少，随时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不过，这种城市之间的互动并非单向的，许多居住新山的马来西亚人每天也往返于新山和新加坡之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少马来西亚人每天穿梭于这2座城市之间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。新加坡相对新山而言有相对较高的薪资水平，促使人们在2座城市之间来回奔波。但是与居住在深圳、珠海的人去香港、澳门的工作不同，深圳、香港、珠海、澳门中间的规划是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的，两地人民来往密切，对双方都有好处，因此口岸会尽可能高效、快速的让更多的人通过。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2个国家嘛，他们在某些方面属于竞争关系，两国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从来没有毫无保留的为边境通关提供便利。住在新山的居民往往要可能差不多凌晨4点起床，然后通勤去新加坡工作。两国的海关大楼通常也只开放1/4或者1半的通道，只有在春节或者他们的大型节假日的时候才会打开所有的通道。有一些马来西亚人会骑摩托车去新加坡上班，往往1天5到7个小时的时间在路上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。我还看到有些人在网上说，因为疫情过后仍然居家办公，所以经常从新加坡去马来西亚。每一次在马来西亚待的时间久了一点，可能一次待个10多天这样。有一次入境马来西亚还被拒绝了，原因是马来西亚的签证官认为他本人每次去马来西亚的时间过长，怀疑他是住在马来西亚而不是去马来西亚旅游消费。有的人在下面评论说，马来西亚的政府可能是觉得这个人要去大马打黑工，去新加坡洗签证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。那么我想问，如果有一些新加坡人在马来西亚买了房子的话，如果在马来西亚待很久，也会禁止入内吗？那个帖子下面同时也出现了各种质疑帖子主人的声音啊，他们说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在新加坡非法工作，准证有问题，然后去大马租房省钱。有些人也表示呢，相信移民局，说这个发帖的人肯定不是好人。我这里也就不进行过多的揣测和评论了，因为我1年去马来西亚的次数也不多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，目前也还没有禁止入内的情况。总的来说，新山和新加坡之间的独特关系体现在购物天堂和工作机会上，也已经融入到了两地居民的日常生活。新加坡的繁荣提供了新山人的工作机会，而新山的实惠则成为了新加坡人过去购物的理由。很多人在新加坡待久了，也想去马来西亚逛逛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那么我们这一期视频呢，就说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请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吧。如果有什么想法和观点，也随时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下你们宝贵的意见哦。同时，如果你们有任何投资理财、留学、租房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，也可以在评论区问我，或者直接加我的联系方式。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